Xperia 5 Mark II 其中一个最大的升级点就是电池，从上一代的3140毫安时有感变大到这代的4000毫安时，但这都没什么。真正神奇的地方是 Xperia 5 Mark II 的电池明明有感变大，各方面也都有升级，还加入了5G 模组，但是在机身控制上却来得更轻、更薄，影响手感最重要的宽度也没变，维持在6.8公分。作为一款越来越稀有的轻薄旗舰之选，Xperia 5 Mark II 在机身控制上真的没话说，但其他方面的实际表现究竟如何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没错，这次 Xperia 5 Mark II 的外观设计还是一个重要看点。在这个旗舰手机越来越大的年代，小手族想要拿旗舰也是越来越辛苦了。尤其在机身变小后，机身内部的空间也会面临更大的挑战。不过 Sony 最终还是端出了这支继承上代好手感的 Xperia 5 Mark II， 在各方面都有升级，电池有感变大的前提之下 ，Xperia 5 Mark II 重量更轻，控制在163公克，厚度更薄，控制在0.8公分，搭配不到7公分，控制在6.8公分的机身宽度。Xperia 5 Mark II 从各种面向来看，就是一支好握好拿、越来越稀有、可以单手掌握的轻薄旗舰之选。在外观设计上，帮你手上的是 Xperia 5 Mark II 灰色的版本。虽然说是灰色，不过在某些场景中，机身也会透出淡淡的绿。前后都采用康宁第6代大行星玻璃，搭配上更加高亮圆润的金属中框，在 Xperia 5 Mark II 的机身质感上依旧非常不错。不过为什么没有采用 Xperia 1 Mark II 上更利落的平直切边？邦尼认为应该是机身空间跟结构还有强度的考量，但手感依旧圆润好握。同时，作为 Sony 家的旗舰，一样标配 IP65、IP68 防水防尘。而在机身配置部分，顶部一样保留了 3.5mm 耳机接孔 ，SIM 卡卡槽在机身左侧，依旧是免卡针就能取出的设计，采用双 SIM 或单 SIM 加 microSD 的3选2卡槽设计。按键集中在机身右侧，由上到下分别是音量按键，同样结合了实体指纹辨识的电源键。接着是这次新增的 Google 智慧按键，不过无法自定义功能，希望后期 Sony 可以开放更多玩法。一样拥有实体快门键。随附配件包含耳机、18瓦快充组，没有随附保护贴跟保护壳。这次 Xperia 5 Mark II 的另一个有感升级就是影音娱乐。采用6.1寸21:9 Full HD Plus HDR OLED 萤幕，支援120赫兹的萤幕更新率以及24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，并且在游戏模式中可以透过插帧的方式达到最高240赫兹的萤幕更新率。而120赫兹所带来的流畅感，邦尼也说的比较多了。透过邦尼在高速摄影下的画面对比，可以看到 Xperia 5 Mark II 在120赫兹的高帧率模式中，滑动时明显更加顺畅，动画过渡也更流畅利落。整体来说，120赫兹对于流畅的操作体验依旧是明显且肉眼可见。还是那句话，习惯120赫兹之后，你不会回不去60赫兹，但你会不想回去。而120赫兹对续航力的影响，邦尼稍后也会提供完整测试。而在显示效果上，同样拥有采用自家 Bravia 高阶电视调教的标准模式，以及来自专业影像显示器 Master Monitor 调教的导演模式可以选择。最棒的是 Xperia 5 Mark II 同样拥有已经预设好的白平衡数值可以快速选择，对专业用户来说加分不少。不过对一般使用者来说，这2种显示模式应该怎么选呢？以下邦尼也提供自己常用的设定。首先是观看 YouTube 这类生活影音时，邦尼更偏好预设的标准模式，并且关闭影片影像增强的选项，在显示色彩上会更加自然舒服一些，也更接近真实且耐看。不过如果你是喜欢过往电视上偏冷且色彩饱满的画面调教，那就打开影像增强的选项吧。而在观看 Netflix 上的影集、电影等专业影像作品时，系统就会自动启动最适合的导演模式，你不需要特别切换设定，享受内容就好。整体来说 ，Xperia 5 Mark II 上的这块萤幕表现还是相当不错。而在外放上 ，Xperia 5 Mark II 采用更不容易遮挡的前置双喇叭，底部喇叭采用隐藏式的微缝设计，音效上有 3.5mm 耳机接孔，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以及 DC Ultimate 音质还原技术。
整体外放效果跟上代相比提升不少。以下邦尼直接提供外放对比供大家参考。在性能上 ，Sony Xperia 5 Mark II 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865旗舰行动平台，搭配8GB RAM 以及256GB 储存空间。在容量上，依旧是比较诚意充足。在安兔的跑分测试中，拿下了562908分。简易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，完整实测结果一样可以在 xband.com 上找到。整体来说，都采用 S865了，应付任何场景，稳稳使用都不会有太大问题。这次在散热表现上 ，Sony 也覆盖了面积更大的石墨烯散热片，进一步强化散热性能。续航力部分，搭载4000毫安时电池，帮你提供120赫兹以及60赫兹的续航力差异。首先是120赫兹，在邦尼的续航力测试中拿下了13小时23分，而在60赫兹中，则是达到了 Sony 旗舰近几年来最好的17小时38分。在表现上就是稳稳的一天一充，60赫兹之下甚至可以达到1天半一充。以测试结果来看，邦尼会推荐大家全程开启120赫兹，享受更好的使用体验。也可以看到这几代的 Xperia 旗舰在续航力上也给的比较足了。除此之外 ，Xperia 5 Mark II 在游戏模式中一样支援许多玩家喜欢的 HS 电源控制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可以在插上充电器后，让电流绕过电池，直接对手机主板进行供电，进一步降低游戏时的发热，让性能可以更完整的发挥。另外，这次也新增了萤幕更新率跟触控性能的调整选项，包含触碰后的回应速度以及触控追踪的准确性，也可以自定边缘的触控区域，避免误触。最棒的是，这些调整选项都是针对当下开启游戏所更改，也就是说，每个游戏的设定都是独立分开的。而在快充上 ，Xperia 5 Mark II 支援18瓦有线快充，不过应该是在轻薄跟机身空间的取舍，不支援无线充电，稍微可惜。在邦尼的0到100%电力测试中，30分钟能够充满49%，1个小时可以充满80%，完整充满则是耗时1个小时又51分。30分钟的紧急回血表现还算可以，不过应该还是考量到电池维护，完整充满的涓流充电时间就拉得比较长了。顺带一提，这次在 Xperia 5 Mark II 上的电池维护模式也加入了自定充电上限的功能，对于好几年才换机的朋友会是比较实用的选项。而在通讯上 ，Xperia 5 Mark II 最高支援5G 加4G 双卡，5G 部分支援 NSA Sub 6，支援台湾全屏，同样支援 WiFi 6以及 NFC。比较特别的是 ，Xperia 5 Mark II 一样可以透过 WiFi 6进行网络热点分享。生物安全辨识上，采用实体指纹结合电源按钮的设计，稳定性跟辨识率表现也都不错。实体指纹依旧是比较稳的解决方案。在使用上，帮你推荐设定右手大拇指、右手食指以及左手食指或中指，总共3只手指头就可以基本覆盖所有手持解锁的可能咯。而在系统上，同样支援全萤幕手势、深色模式以及多工处理。21:9长萤幕在多工上更好用，邦尼就不再赘述。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你可以建立一个应用程式组，例如 YouTube 搭配 Facebook， 下次点击 icon 就可以一次启动2个 App， 大家可以花点时间设定一下，之后使用也会更加方便。最后是邻近分享的功能，邦尼的 Google 账号搭配 Xperia 5 Mark II 也可以开启邻近分享的功能，加入 Android 手机大互传的时代。只要在分享档案时选择邻近分享，就可以在 Android 装置间快速传输档案。使用上需要注意的是，记得将你的朋友加入联络人，才可以找到你朋友的装置进行传输。这次在 Xperia 5 Mark II 的镜组配置上，拥有3镜头，由上到下分别是 f2.2 1200万画素 16mm 超广角镜头。f2.4 1200万画素 70mm 3倍光学长焦镜头，具有 OIS 光学防守阵，以及最后一颗 f1.7
1.7的 24mm 1200万画素主镜头，同样拥有 OIS。镜片表面一样采用了蔡司的 T-Star Coating 增透及抗反射镀膜。虽然这次镜组少了 3D iToF， 但 Sony 在 Xperia One Mark II 主打的眼部对焦，20秒快速连拍。Photo Pro 跟 Cinema Pro 在 Xperia 5 Mark II 上一个也没少。眼部对焦一样是人眼或是动物眼都可以进行追踪。同时 Xperia 5 Mark II 的相机启动速度也比较快，搭配上每秒20张的快速连拍，对于喜欢抓拍的朋友来说，应该会更实用一些。而 Photo Pro 专业拍照界面功能基本一致，同样只能透过实体快门按键进行拍摄。左上角可以调整 Auto 自动模式， P 程式自动， S 快门优先， M 全手动，以及这次新增的 MR 5种模式。那 MR 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在 MR 模式下，你可以记忆一组你常用的设定，当下次要使用时，不需要重新调整，就可以快速选取直接拍。切换镜头的方式一样是选镜头再变焦的使用逻辑，系统是不会自动切换镜头的哦。不过比较好玩的是，在 Photo Pro 当中搭配上音量按键进行变焦，在切换时的动画还蛮顺畅疗愈的。整体来说，在 Xperia 5 Mark II 的 Photo Pro 界面中，主要就是多了可以记忆一组设定的 MR 模式，后续也会更新到 Xperia One Mark II 上面更详细的界面使用说明，推荐大家可以稍后点击右上角资讯卡，搭配 Xperia One Mark II 的完整评测进行观看。那邦尼就不再多说，我们直接上对比来看日拍样张。首先来看第一组，可以看到 Xperia 5 Mark II 的主镜头相较起 Xperia 5来得更广一些，调教方向跟今年的 One Mark II 比较接近，白平衡会冷一些，不过其实还是保留了 Sony 更加接近真实的调教风格。而在 HDR 效果上跟 One Mark II 一致， Xperia 5 Mark II 的 HDR 更加积极，在前景的细节保留也来得更好一些。放大来看，也可以看到 Xperia 5 Mark II 在解析上的提升也比较明显。其实 Sony 的相机在日拍一直都是比较不需要担心的，接近真实的调教风格，搭配上今年解放的 HDR 性能，在面对各种场景时也会更稳。尤其今年在 Xperia 5 Mark II 上的主镜头，白平衡还是 Sony 家一贯的稳。放大来看，细节保留也有明显可见的提升，在主镜头上还是很好拍。接着看到超广角镜头，调教方向基本跟主镜头一致，在 HDR 上的表现来得更好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放大来看解析，可以看到在细节保留上，不论是画面中心或是画面边缘， Xperia 5 Mark II 的超广角镜头在细节保留上还有改善空间。而遇到画面边缘有着丰富细节的树叶时，也会来得更加明显。再来看3倍变焦，可以明显看到 Xperia 5 Mark II 的画面更加清晰锐利，在画面的 HDR 上也比较自然一些。不过邦尼认为 Xperia 5 Mark II 这次在长焦上最大的进展会是对焦性能。这次在 Xperia 5 Mark II 上的这颗3倍光学长焦镜头，在光源充足的环境下，对焦速度会来得更快，也稳上许多，基本改善了邦尼稍早在 One Mark II 上提到的对焦问题。整体来说，今年的 Xperia 旗舰机种调教还是比较接近，尤其在 HDR 表现上会来得更加积极。不论是主镜头、超广角或是长焦，在面对逆光场景时，都更容易捕捉细节。而在超广角上的细节保留会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不过在长焦的对焦能力上，则是有了大幅度进展，并且更加稳定可用。以下邦尼也提供更多样张供大家参考。接着来看夜拍 ，Xperia 5 Mark II 跟 Xperia One Mark II 一样，在低光源下会自动多张合成的夜景模式。简单来说 ，Xperia 5 Mark II 有夜间模式算法，不过没有独立的夜景模式，无法手动启用。而在夜拍表现上 ，Xperia 5 Mark II 采用1.7寸更大的感光元件，在夜拍时的细节保留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提升，并且纯净度表现依旧非常好。也可以看到这几代 Xperia 旗舰的调教风格，相较起拍的明亮，更倾向保留画面细节，并且尽可能在维持画面纯净度的前提下，不进行过度涂抹。而在低光源的拍摄场景中，放大来看，更大的感光元件对于夜拍时的细节保留还是来得更好。最后来看伸手不见五指的极低光源测试，
可以从画面上看到 Xperia 5 Mark II 在低光源下启动的自动夜拍还是非常有效。可以关注的重点是，即使在极低光源下 Xperia 5 Mark II 对于画面的纯净度优先级还是非常高，不过度的提升画面亮度。整体来说，邦尼认为 Sony Xperia 5 Mark II 硬体素质还是水准之上，不过在相机调教部分，跟各家追求高画面亮度的思路不同， Sony 更倾向保留画面明暗，极低光源下也还能保有不错的细节以及相当纯净的画面。但若是能够加入可以手动开启的夜景模式，或是更长时间的自动夜拍模式，都能让 Sony 近几代旗舰更用力打造的影像系统进一步解放。而在录影上，比较值得一提的是，在 1080p 60fps 之下进行录影变焦，画面边缘依旧会出现马赛克感。期待未来 Sony 机种可以持续强化 60fps 之下的数位变焦算法。最后是 Cinema Pro， 大家还记得 Xperia 1 Mark II 发表时推出了非常实用的 2K 120fps 慢动作录影吗？这次在 Xperia 5 Mark II 上也有了大升级。Xperia 5 Mark II 是全球首款支援 4K HDR 120fps 慢动作录影的机种。如果有稍微在拍片的朋友，应该都可以感受到 4K 120fps 的稀有程度以及在画面上的实用性。以下邦尼也提供一些 Cinema Pro 所拍摄的样片。时间来到了最后，邦尼也帮大家总结一下 Xperia 5 Mark II 最大的亮点还是轻薄合手的 ID 设计。也可以看到 Sony 在有限的机身空间中，尽可能保留所有功能，不论是4000毫安时电池，甚至 microSD 扩充卡槽，以及 3.5mm 接孔都还在。同时，别忘了 Xperia 5 Mark II 是一只5G 手机，可用空间也更加有限。在机身设计这一块 ，Xperia 5 Mark II 就是今年非常稀有的轻薄旗舰之选。性能部分采用 Snapdragon 865，顺玩不会有问题。也有了更大面积的石墨烯散热片覆盖在机背，进一步强化散热性能。续航部分，邦尼认为4000毫安时电池对于续航力的提升明显可见，1天1充没问题，但没有无线充电会是稍微可惜的地方。影音娱乐部分，搭载120Hz Full HD Plus HDR OLED 萤幕，带来更流畅的使用体验，可说是这次在 Xperia 5 Mark II 上另一个重要亮点。搭配前置双喇叭，不容易遮挡，效果也会来得更好。相机部分，日拍稳稳的，主镜头跟长焦都有明显提升。超广角则是期待 Sony 后续能够推送更新，进行最佳化。夜拍部分 ，Xperia 5 Mark II 目前更倾向保留纯净的画面调教，在自动夜拍下也有可见的细节提升，但还是希望 Sony 能够考虑独立的夜景模式，提供更弹性的夜拍选择。整体而言 ，Xperia 5 Mark II 不止轻薄，还塞入了各种旗舰硬体，是一支你可以舒服拿着的旗舰之选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！